喂、こんにちは。はい、こんにちは。見えました。実は、こういう事情があって、たくさんのファンから、まず、ダオイエイエ元気ですかっていうのが、ずーっと来るわけなんですよ。タンコさんの田舎でね、元気に、過ごさせてもらっております。はい。実家でね、本読んでる。本読んで、あとは寝て、ね、食事の時には、食事してっていうことでね、本読むことと寝ることと、食事すること、それだけ。そうですね。それとちょっと散歩ね、散歩行きます。日本の政府からなんかフガンにいる人たちを日本に連れて帰るっていう話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ダオイエイエなんで帰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か？特別帰る必要ないもの。今田舎でね、こうやって、タコさんと一緒に旧正月をお祝いしてるでしょ。特別帰る必要ないなと思ってね。また帰るにしては準備を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かったりしてね。武漢にまた、ね、戻ってからいろいろしよったらめんどくさいなってね。また武漢で正常に生活できるんだからね。もう一つね、もう内村さん武漢人と思ってるからね、別に日本に帰る必要ないなと思ってね。武漢の人と一緒ね、辛い時ね、楽しい時もね、武漢の人と一緒に過ごすと思ってますので。後ろね、緑が見えるでしょ。はい。ね、こういう緑ので生活してて気持ちがいいです。なんか皆さんになんかメッセージお願いできれば。新型肺炎に負けないで元気にね、また、病気がなんていうか流行が終わったらね、頑張ら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からね。それまでみんな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はい。じゃあ気をつけて、また。失礼。はい。这样，嗨，你好，你好，你好，你在家？是的，我先元旦回去了日本，然后就是提前就是回来了，因为想过中国的春节嘛。是，然后没想到会这样。那你天天做什么呢？在家里？就是其实，差不多。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工作室也在家。其实最不喜欢在家做工作。还挺郁闷的。还挺郁闷的，但是要写新歌对吧？是的，是的。那怎么办？可能是这次的专辑都是挺闷的。有可能是吧？我其实之前也经验过那个 SARS。对呀，你在中国待了段时间，而且正好17年前，你刚来中国没多久吧？对，就是学校那个停课了，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就是没有回去。你爸爸妈妈不让你回去吗？这次？还可以，就是他们比较就是提醒我自己注意就好，就那种感觉。明白。因为我也有一点怕，就是回去的话给家添乱，就添麻烦。日本人，日本人だね。日本人ですね。有些父母也会说你先别回来，会这么说的。也会说，对。那我不知道你碰到这种事情，你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也很害怕，也不想碰别人。但是就是比如说那个包括一些日本的灾难也好，我觉得还是因为是每个人需要保持心，但是比较狠。
重要很关键，可以做自己让自己可以开心的事儿。有些人说就是不能放娱乐节目，是有的人的观点，因为在日本在那什么的时候也是有些比如说搞笑艺人就是过去然后给大家表演让大家笑，是他们的行为是很重要的。然后他们也是因为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可能自己的心里真的很累，所以可能他们需要一个笑的心态，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子。那你现在如果这个事儿过了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去公司。去公司干什么呢？见人吗？聊聊继续干什么？因为我们本来是4月份要开始安排下一场的那个专场什么的，然后现在先取消了，对，没法继续往下聊，是都影响的，也是有对工作有影响的，对吧？有的，因为我们毕竟是还是去每个城市演出的，所以明白。你大年30是怎么过的？这个其实我们把除夕搞错一天了，提前一天过的。记错日子了是吗？是，我们是23号包了饺子，然后就是喝了酒，挺开心的过的。然后24号去没干什么，我什么没干。那你们什么时候发现你们那个叫什么记错日子了呢？就是我的朋友就是查那个电视，这次是春晚都取消了，觉得太奇怪了这事。后来才发现，不对。是的，还好那个我姑舅也来了，然后他提前过了除夕，然后回国了，所以还好。你们一起过的是吗？是的。哦，那还挺热闹的。对，你对于现在这些网友的这些状态，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就是自己最基本的，还是要出门的话戴口罩吧，保持心态。保持好的心态。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太多的看别人的信息，因为有些信息是没有根据性的，自己要冷静些，首先要判断，这是一定要需要的，要不然就是比如说在武汉的人看到了那信息，觉得感到了恐惧感的话，我觉得也挺影响他们的。对的。对，好的。是吧？好，真的是看到你很健康，其实我也很开心。对，我一直是这样。幸亏家里有跑步机。对，也要适当的运动是吧？对。可以吗？可以看得见。我们一起战胜病毒，みんな大丈夫，中国加油！哇，好棒！对，大家一起努力就应该没问题。是的。那你要多多保重。谢谢你也是。好，那我们我这边有两个那个红点点，好害羞啊！谢谢，我也喜欢你。然后我期待你今年的好消息。好的，我也是想听我的好消息。好的，那我们再联系。嗨，谢谢，拜拜，再见。はい、お久しぶりです。お元気ですか？元気です。はい。今そちらの状況はいかがですか？25日、24日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ども、村の入り口、車をうちの車を使って道路にこの配達用にこうして車両フェンスと紙を僕が書いて貼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けど、他の場所も同じようですね。大きなトラックでしたりという状況ですね。今農場ってもう今川崎さんだけですか？日本に留学したことのある若者がいて、住んでるのは2人、あとは村の職員が
いろいろ来て鶏に餌あげたり、どうしてもやらないとなる仕事があるからしてるって感じだな。そういう仕事の環境とやっぱりちょっと違ったりしますか？客が来ない。普通春節だったら毎日10名とか20名とか動物園の動物を見に来るわけ。パンダを見に来るわけ。角が生えてるのか生えてないのか、日本人だから角が生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見に来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今年は全く。僕もない、もう使わない。そうで勉強ができますね。今一生懸命本を出さ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日本、ご家族いらっしゃるわけで、この状況を聞いて何か連絡ありましたか？いっぱいありました。日本に帰っ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って話な。僕のことちょっと有名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この肺炎が広がってるから帰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ら、もう日本人に対する失望ですよね。中国では自分が必要とされてると感じてるわけ。その日本のその農業に対する技術、考え方、そういうのは中国の人はまだ気づいてない方が多いから、それを伝え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うわけですよね。じゃあ今は農場で何をしてるんですか？これ何ですか？これマダンって言うんですよ。中国語のピンを僕の発音と聞く力とピンが良くないからこういうの書いて。へー。新年好，谢谢你们这么忙还来跟我在这样进行视频，谢谢。我们现在一点都不忙。就从您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次的一个疫情，您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中国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一发现了这个病毒是有一点严重。他们就把整个武汉其他一些城市附近的都封起来了，然后就叫所有的人不要出门了。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考虑了回美国，但是我们回美国也就没有钱，没有工作。我们最担心的，说实话，不是我和老婆，我们担心的是我们2个孩子。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个病，然后回家容易传染了，就传染给孩子就不好了。我每天都有人发信息给我，发微信，大部分是老外在问我们酒吧什么时候开业，他们非常想出来喝一点啤酒，吃一个汉堡，有一点受不了。有2-3个都说了，你就别告诉其他的人，你就过来开门。我过来，我们2个人就很安全的。我几天以前也跟我老婆说了，2月3号早上6点钟是美国的那个橄榄球的超级碗决赛，就是 Super Bowl， 就是最大的一个运动的活动。我有一点想还是去搞那个活动嘛，去开门。然后他看着我的那个表情，我知道这个可能是我说的话是跟我说我要离婚了一样的，所以我不清楚应该怎么办。如果你发一个宣传，现在政府下对，我知道，不准做这种事情。我知道，我是说只有保安在那边，其他的人根本不会去的。我觉得他有一点疯狂，我觉得他可能是美国人没有经历过，就是03年的那个非典，他觉得还可以出去玩，但是我们实际上有经验的话，就不太建议还要继续这样人群聚集在一起搞什么活动这些。我觉得这个以后可以再说，是吧？这个命重要，命重要。对，但是我和主内的话也是差不多，他就跟我说，人总归要死的，如果那个命运是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我说，这个真的听起来很像他。那如果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了，还是不好的结果，那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在
之前应该做最大的努力，这是我的想法。我们俩也会有一些争执。我同意你的想法。我好像记得有一次跟你老公说了，我们最好不要让我们的老婆说话。他也应该跟我一样的，他不是很怕那个病毒，他更怕的是老婆。我是专门酿造啤酒的，所以我的工作每天都是杀细菌。比如说我们每一次出门，我们都知道，要么是戴手套，要么是你上了电梯，用这个手指来按那个按钮。洗手很重要，对，洗手是非常重要。有那个7步洗手法，这个我知道，你不懂啊。7步洗手法就是先这样，然后这样，然后哇，他以为我不懂了，他一直跟我说了几年了。最后一步就是用纸把手擦掉，擦干净。是，最后一步是关水，是这样关水。真的是这样关水龙头。你的手很脏，然后你洗了手，然后你就亲自关水又可以出来。好，你厉害。有8步。8步。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今年过年是怎么过的呢？我老婆的姥姥，她如果觉得在家里一个人不高兴，她就说她生病了，然后跑到医院去住院。为了让丈母娘觉得她不是一个好女儿，然后她住的医院是专门收那个病毒的定点医院，已经有人住进去了。然后我们很慌，就想把她接回来嘛。对，我们就很慌。那个是23号，所以春节那个晚上应该是你在第一次没有跟他妈一起过年，是不是？对。那最后你有什么要跟我们的网友说的吗？这个病毒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很努力的加油，这个事情应该很快就完了。然后我也经常考虑，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也应该会有1万年的未来。我觉得，而且中国人民历史上一直都是很坚强，很勤劳的，就是那种打不垮的那种。反正大家就当放一个假吧。还有就是我们的一线的那些工作人员，那些医护人员真的是非常辛苦。高一哈，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谢謝你们。3個よ。じゃあ今シーシャンパンナーはどんな感じですか？お店は結構半分以上閉まってるんだけど、なんか必要なものは売ってる感じですね。自宅待機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こと以外はあんまりそこまで影響はないというか。じゃあ家で何をしてるんですか？部屋掃除したり、愛子の面倒を見たり、仕事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けど全然してない。で、うちのスタッフの人がどこかに出張行ってたから1月の半ばぐらいに行って、2日間だけだったけど帰ってきて、それでみんなパニックここ。でもなんかもう1週間以上、2週間じゃないか、2週間以上経ってるし、全然問題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だけど、中国がうちの家なわけだし今ね。だからここが自分の家だからね、そこを出てどこ行くのみたいな感じだし、ここにいます。奥さんは生態学者としてこのことをどういうふうに見えますか？大変だけど世界の終わりじゃないし、ね。でもなんか世界の終わりだっていうなんか変な噂流してる人いるんですよね。国が躍起になってんの、ほら経済の問題とかね。そういう問題が絡んでくるからやっぱり躍起になってコントロー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けど、でもこれで世界の終わりってことは絶対ありえない。だってインフルエンザだよね、インフルエンザ。でも世界の終わりじゃないって言うけどね、実際に自分の家族が罹患してたりとか自分自身がねかかってたらね、こんなこと言え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し、このウイルスはもちろん大変だし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けどね、うち生態学者だからあれなんだけどさ、なんかね他の動植物から見たらさみんな喜んでるわけよ。コウモリとかどうした？これで人間が食べなくなるってなるわけだし、ほらね、これで俺らが乱獲されなくなるみたいなね、
別の視点から見ればこれをきっかけになんか野生生物の取引がもっと減ってくれたらすごいいいんじゃないのかなとか思っちゃったりするんだけどね。結局人間って本能で行動するから頭ごなしになんか野生動物の取引しちゃいけないって言われてもみんな行動に移さない。でも実際に自分が危ないって危険だっていう風に感じたりとかすると行動に移すから、やっぱり人間も本能の生き物だからさ。人間とこの生き物たちとどうやって共存していけばいい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か考えありますか？今世界規模で言われてるのが世界の半分を野生動物とか自然の保護に取っておきましょう。アファースっていうプロジェクトがあって、だから半分はもう手つかずの状態で置いておきましょう。で半分は人間が使って半分は他のものに取っておきましょう。そういう動きがあって、それはすごいなって思ってて、そんなねみんなで手と手つないで仲良くやりましょう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んだから、人間同士だってそんなありえないんだから手と手つないで仲良くやりましょうなんてこの話やみたいな感じだ。人間が乱獲しまくって分けるべきところの領域に人間が入ってって動物を取ってきて食べ始めたりとかするから、わけのわかんないウイルスが蔓延したりとかするわけでしょ。これを続けてる限りこれがずっと起こるわけで、だからさ、なんか今のきっかけを使って中国政府とか世界規模で特に中国政府とかが動いてくれて、それでトップダウンでもうやめましょう、野生動物を食べたり取引するのをやめましょうってなっ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のかな。じゃあ最後に武漢の皆さん、ね、こんな感じで武漢の皆さん頑張ってください。中国のみんな頑張りましょう。みんなで本当にどれだけ大変かっていうのは想像もできないんですけど、本当に恐怖心とかもいっぱいあると思うし難しいと思うんだけど、みんなで頑張りましょう。アリ語でほらアリも頑張れって言ってます。すごいアリ上手ですね、書くのがいっぱい書いてるでしょ。それじゃあまたお互い頑張りましょう。我们好像第一次那个视频聊天，好像是，那就是初次见面了。然后我想知道，就是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在上海吗？我21号就去东京了，那个时候已经挺严重的，然后所以我也戴口罩。24号回到上海，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就很担心，在飞机上有没有人就是有这个肺炎啊什么，因为几乎所有人就是包括外国人那个老外啊，所有人都戴口罩。那你在日本的时候，你知道有这种情况，你没有考虑过不回来吗？没有考虑。为什么？我家就是这里，虽然爸爸妈妈在日本，但是我已经定住在这里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我也养狗呢，就是我也没办法留它，我就逃走了，就这个没办法。昨天晚上有一个事情你知道吗？人民日报说这个双黄连口服液对于这个抑制那个病菌可能有效果，有帮助是吧？对，然后就很多人去抢。不知道，因为呢，就是可能病毒性的话比较清热为主的，没有什么事情。如果吃的话，可能太凉了，寒性为主嘛，所以女生吃多了也就太寒了，不行。对，那比如说这个板蓝根对那个流感，就是对这种菌很有效果的。这个时候其实用板蓝根，用这个来那个漱口，对，这个也是会有帮助的。对，那如果就是真的你有这种流感或者发烧啊或者什么的，那也可以喝。但是平时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漱口。我觉得免疫力系统是最重要的，不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肺炎，所以现在赶快的要把自己的免疫系统增加的，这个太晚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平时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我平时每天喝黑醋啊，每天吃可可，对，我朋友哥伦比亚那里自己种那个可可，那100%就是有机的可可，没有做什么任何的没有加工的。会提高人的免疫力吗？对，因为它是多酚嘛，它是比红酒啊什么水果
高的几倍的。还有我每天喝绿茶，茶也是一定要无农药的。我就是你为了健康吃的喝的，但是如果这个什么农药啊、防腐剂，这个没意义了，对吧？包括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就是用艾绒烧，对，这个也是有杀菌作用嘛。绿茶也可以，就是当点香一样，就我家里也是，就是每天点香的中药的香，就杀菌是吧？用那种中药的香来杀菌。对，还有什么在家里可能会常见的，可以现在增加免疫力或者是杀菌的？就是绿茶应该可以吗？啊，绿茶。然后黑醋也可以吗？就因为这个免疫系统跟脾胃有关系的，那脾胃一定要好。对，那我就是平时喝生姜和那个黑糖加热水就喝的，就每一天喝一杯。生姜怎么弄？生姜就是切片吗？弄汁的，就是压一杯热水里面放上红糖，然后再放那个姜的那个汁。就是黑糖。可能红糖、黑糖比较浓。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它有等级，好像是。最后你有什么要跟网友们说的吗？因为就是我听说有些人感冒或者就是有一些症状，然后去了医院就被感染了。对，也有，对，所以就是不用太担心。然后就是其实不是这种时候才开始要那个什么。对身体的怎么说呢？就你刚才说的这些要做的事情，不是说这个时候要做，对不对？啊，对。其实平常就应该做。对，好的，谢谢你。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在中国上海。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加油，中国加油！武汉。等待和希望。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在中国南昌、上海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加油！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我在中国上海，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就在中国，我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武漢加油、中国加油！皆さん今大変な時期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負けずに頑張ってください。中国加油！武漢加油！中國加油！武漢加油！中國加油！武漢加油！中國加油！我